四御天。但也不好意思，这几日四御天已经关闭了前往他们那里的通道，还是劝你们回去吧。说话的是一名实力在五重天卫神初期的超级神奇，气势很庞大，在天星主和素素面前，简直就是撼动不了的一座大山。关闭了御天之间的通道，萧炎眼眸微闪，看来吴雪他们真的已经进入到了四御天，并且在那里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即萧炎的气势也有些变化，眼神逐渐变得冷厉无比，道：我不是什么大好人，但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我必须去做，如果你们阻拦我那可以，就不要怪我出手了。而那位为首的男子显然不知道萧炎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居然依旧对其斥喝道：呵，想去四御天，你们就是在找死。那我就击败你们。萧炎也不再废话，直接施展出他那强大的五重天卫神的实力，可怕的威压对着眼前这些人笼罩而去。在场之人个个露出骇然之色，眼前的这位黑袍面具男子竟然如此强大，就算是那位为首的男子都感到无比的忌惮。萧炎兄弟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五重天卫神，展现出实力的萧炎直接让天星主以及素素二人都看傻了眼，难怪能够击杀2名98御天神君以及重伤2名78御天神君，并且以一己之力从9御天横扫至现在的5御天，看你们能否接下我的一招。萧炎一气呵成，身影犹如狂风一样，在他们感受到巨大的风声时，殊不知萧炎的攻势已经狠狠地打在了他们的身体上，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顿时诸多道身影倒飞了出去，就连萧炎如何出手都不曾看见。这为首的男子也同样看不清萧炎是什么时候出手，在这瞬息间就将这些人一同击败。让开，我不想见血。萧炎睁大眼睛狠狠地盯着那位为首男子，后者也没有再说话，也没有刚刚那般气势，因为他知道眼前的黑袍面具男子实力很强大，就连他都不是其对手。现在看来只好将5御天神君请出来了。为首男子刚好发出信号，将5御天神君请来时，一道洪亮的声音自后方传荡而来，哈哈哈，有气魄。很快恐怖的威压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袭来，旋即一袭青衣头戴地冠之人出现在萧炎的面前，他身材修长匀称有力，仿佛是从古代壁画中走出的英勇武士。他悬浮上空，犹如是站在山崖之巅，迎着烈烈风声，双眸中流露出不凡光彩。他的脸庞刚毅如雕塑，鼻梁高峻，唇角微扬，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他动容。而他就是5御天的神君江陵神君。同样感受到突然出现的神君威压，萧炎也是抖了抖肩，将刚刚对他笼罩的恐怖威压给震散了开去。神君大人，刚刚为首的男子见到江陵神君现身，脸上露出自信之色。他们的神君实力已经达到5重天卫神巅峰，就算是眼前黑袍面具男子，怕也不是其对手了。刚欲说几个字，就被江陵神君阻止了下来。我都知道了，一切我来解决。5御天神君语气淡淡，但是萧炎从此位神君的身上没有感受到与其他神君那般嗜血杀意，还真是有些意外。你就是击杀了天一、石业以及重伤藤池和勇武他们那位强者了。感受到萧炎身上的气魄，的确也令自己微微一惊，并且此人的实力恐怕应该不止现在所展现出来的程度。萧炎心中一惊，没想到才刚刚发生不久的时间，竟然都已经让他知晓了。神奇联盟到底还是神奇联盟啊？有些事情还真是隐瞒不了。其实萧炎不知道的是，江陵神君是一直关注萧炎的动态，也就是如此，江陵神君也并没有因为萧炎击杀这些神君的事情过来为他们报仇，而是对于萧炎的强大天赋战斗力感到了十分的兴趣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对于5御天内的各项事情并不上心，但对于一些实力天赋异于常人的却是十分的感兴趣。小兄弟不必惊慌，他们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，不过我对你倒是有些感兴趣。江陵神君笑道。闻言，萧炎有些惊讶，眼前之人可是5御天神君世，为何不为其他神君对自己报仇，反而对方的做法简直与他无关一样。听说你要去四御天，不过前些日就已经关闭了通道，我想你想进去也进不去。江陵神君说道。他们为何要关闭4御天的通道？前不久进入9御天神阁历练的那些人，怎么都这么容易通过你们的历练？还是说现在都已经被关押在了4御天？说到这里，萧炎的语气明显加重了一些。听着萧炎的这句话出口，江陵神君都有些微微一惊，对方如此心思缜密，这一点都猜到了，果然很不解简单。他的天赋实力可不弱于当年让他所惜才的那2位，只可惜那2位如今已经被联盟高层的那些任务炼制成御灵了。念你的强大天赋，只要你能击败我，我就告诉你原因，甚至可以有办法让你进入4御天。如果你连我都打不赢的话，那么你进入4御天就是死路一条。萧炎也不是傻子，自然听出了对方的话中意思，对方的确与其他神君有些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萧炎也便答应了下来。好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江陵神君淡淡一笑，他很想知道眼前的这位被自己看上的黑袍面具男子，其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。在这段时间观察到萧炎的实力并非如此，他有刻意隐藏了真正的实力。那就开始吧。萧炎也没有废话，果然与自己猜想的一样，4御天里肯定发生了大变故，而且这变故就是与数十万之人进入神奇联盟后的历练有关。所以现在萧炎也没有保留实力，他要尽快解决这里的问题，
从江陵神君的口中得到通往四御天的方法。